几十亿美金的商业地产项目，别说宋婉婷惊掉下巴，就算放眼全球，也几乎凤毛麟角。迪拜的哈利法塔总造价也不过15亿美元而已，整体造价超过50亿美元的，似乎也只有苹果公司。对安家来说，其整体实力虽然比不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比不上萨乌迪皇室，但真正的资产与苹果相比，拿出80亿美元在金陵投建商业地产，足够建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小型城市。对安家来说，就算把整个安家的总部都迁过来，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但是安重秋来之前，安家人就已经达成过共识，宋婉婷本就来就与回春丹的所有者关系密切，这次安重也自然要拿出足够的诚意，至少也要拿出20-30亿美金的项目来跟宋家合作，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20-30亿美金也只是一个打底而已。安家人也早就决定，如果能从宋婉婷这里印证出回春丹所有者与安家的救命恩人是同一人的话，那就更要加倍向宋婉婷表示诚意。80亿美金对安家来说虽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也确实无关痛痒。毕竟这80亿美金是投资，不是打水。投资80亿美金，除去购地成本，至少也还有60亿。若是将开发工作全部交给宋氏集团来做的话，宋氏集团的净利润大概在10亿美金上下，单就利润来已经极其可观。而对宋氏集团来说，10亿美金的利润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与美国安家合作，承建安家80亿美金的商业地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必然会让宋氏，甚至有可能让宋氏集团的市值迎来暴涨。叶晨虽然已经提前给宋婉婷打过预防针，告诉他安家一定会向他表示足够的诚意，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就许给自己这么大的项目。安重秋见宋婉婷震惊不已，满脸的不可置信，知道自己抛出的诚意已经足够大，于是便认真说道：宋小姐，宋氏集团从事商业地产开发也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相信您肯定明白，其实地产开发项目无论投资多，具体实操的流程其实都没有太大区别。宋氏集团既然操盘过5亿美金的项目，80亿美金一定也不……宋婉婷回过神来，忍不住问安先生，金陵在华夏毕竟还只是2线城市，或者说是新1线城市，与苏杭都还在这里投资80亿美元做商业地产，这个风险有些太大了吧？安重秋笑着说道，金陵虽然还只是一个新1线城市，但是我对金陵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看好的，说不定将来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对象。宋婉婷疑惑地问，安先生为何对金陵如此看好？安重秋认真道，宋小姐回春丹的拍卖会虽然只举办了1届，但是却让我看到了这种神药。对超级富豪，现在每一个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定位。就拿美国来说，纽约的特色是金融，旧金山的特色是科技，洛杉矶的特色是制造，休斯顿的特色是航天，而当年的底特律特色是汽车制造。说到这里，安重秋信心满满的说道，有回春丹拍卖会作为支撑，金陵将来一定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从而将健康以及最顶尖的养生保健发展成自己的核心特色。到那个时候，金陵很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而金陵的经济也必然会得到巨大助力，成为华夏第5个1线城市，指日可待。现在正是安家提前布局，宋婉婷这才明白，原来安家在这方面的观点与叶晨不谋而合。叶晨当初举办回春丹拍卖会，其目的就是想利用回春丹拍卖会对超级富豪的巨大吸引力，将这些超级富豪都吸引到金陵来，不但要让他们在金陵参加拍卖会，甚至还要想办法引导他们在叶晨甚至还准备要在金陵开发养生地产项目，让那些顶级富豪每年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到金陵来。而宋婉婷并不知道，叶晨之前有了暂停回春丹拍卖会的打算。不过对叶晨来说，
因为破清会潜在的威胁而暂停回春丹拍卖会，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低调。接下来，回春丹拍卖会还可以采用内部邀请的机制低调，而一旦破清会的隐患被根除，叶晨一定还会继续将回春丹拍卖会做大做强。所以金陵的将来一定可以通过回春丹实现快速发展。安家此时进场，在金陵加大投入，未来也一定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一刻，宋婉婷也不禁佩服起安家人的眼光以及他们的深谋远虑。80亿美金看起来好像很多，看起来好像真的给了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是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或者说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安家自己。这时安重秋又对宋婉婷说道：宋小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双方不如再进一步加强合作。宋婉婷好奇地问道：安先生说的加强合作指的是哪方面？安重秋道：我们双方可以共同出资，成立一家专做康养项目的地产企业，在金陵市郊多拿一些地块，逐步筹建一些高端康养项目。一旦回春丹的名气声名远播，金陵的知名度也会随着水涨船高。到那个，许多人就算明知道自己与回春丹无缘，但也一定会将金陵这个地方与养生画上等号。到时候再加上这些顶级富豪对金陵的各种拉动，一定会让普通富豪以及中产阶级对金陵趋之若鹜。而且我对金陵的九玄制药也有所耳闻，这家企业虽然研发出来的样品种类不多，但无疑不是药效绝佳。金陵有这家药企，将来在医疗康养领域的知名度也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宋婉婷没想到安重秋竟然还关注到了九玄制药，心中不禁有些惊讶。他问安重秋：安先生对九玄制药也有了解？安重秋点点头，也不遮掩，直说道：我听说九玄制药之前推出了一种抗癌神药，叫九玄再造丸，当初还给过 FDA 一批临床试验用的药品，据说因为疗效绝佳，已经被白宫当作战略储备物资了。说着，安重秋看着宋婉婷，大有深意地说道：宋小姐，不瞒你说，我个人甚至推测，这家制药公司与恩公一定，说不定它的配方就是恩公的。宋婉婷此刻更是惊讶无比，她不想透露出与叶晨有关的更多讯息，于是便开口道：九玄制药的情况我还真不是很清楚。虽说宋婉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尽力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尽量不被安重秋看出端倪，但安重秋还是从她脸上看出些许端倪。他精准地捕捉到了宋婉婷神采中那细微的不自然，于是便在心中断定九玄制药一定与恩公脱不开干。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安重秋便没在九玄制药的问题上继续延展，而是笑着说道：宋小姐，以安家的知名，如果安家出面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就已经成了大半。若是再有宋氏集团联手，必然能在金陵康养领域不仅将来利润可观，而且其他的益处也多不胜数。说着，安重秋又道：康养项目在欧美早已经非常发达，只是华夏目前才刚刚起步不久，虽然有很大的市场，但目前还不太受重视，许多赚快钱的企业不太喜欢经营这种细水长流的项目，投资高，责任大，周期长，这些对习惯赚快钱的企业来说也没什么吸引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块业务运营好，赚钱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很容易增强社会认可度，对企业的社会影响也有很大帮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宋婉婷对安重秋的判断非常认可，她作为回春丹拍卖会的拍卖师，非常清楚那些顶级富豪对回春丹，只要回春丹拍卖会还继续下去，安重秋的预判一定会逐步得到印证。一旦金陵真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坐稳了全球康养的头把交椅，这背后的商业利益将是极大的。一旦金陵蓬勃发展，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风口，能站到这个风口上的资本都将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在这时，安重秋又道：对了，安家的资金储备非常充裕，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就尽可能多的储备土地资源，将来等金陵真的能靠康养跻身一线城市的时候，这些储备的土地价值就能翻倍。至于咱们双方的合作，只要宋小姐愿意与安家联手，安家就可以从这个项目里拿出10%的股份给宋氏集团，这是安家的一份心意。如果宋小姐还想占更大的比例，超出10%的部分，可以正常出资认购，安家最多可以出让49%的股份。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